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每天不论是面对面交流、打电话，还是在社交媒体上发消息，都在使用语言，而且还用得如此自然。但又有几个人真正停下来，好好的想过语言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语言这事。你们有没有注意过网络流行语的迅速变化？说不定几年前还在说打 call， 现在却被躺平取而代之。流行语总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更新迭代，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我们随时随地都能看到各种新的表达方式。这些流行语不仅反映了社会的变化，还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日常的表达。就拿躺平这个词来说，几年前你可能压根没听过，但如今它成了很多年轻人表达生活态度的方式。这种语言现象的变化速度可谓快得惊人。今天可能大家都在躺平，明天就开始流行卷起来了。我们之所以这么自然地接受这些变化，是因为语言本身就具备灵活性和适应性，它像水一样，根据环境的变化自由地流动，不局限于某一种形态。再说说方言，如果你去不同的地方旅游或者生活，肯定有过被方言震惊的经历，像是北京话里的听起来似乎带着一点调侃的意味，上海话里浓好的亲切感让人心生温暖，而且各地方言中还会有不少独特的词汇和语法结构，常常让外地人摸不着头脑。其实每一种方言都是语言在特定文化和历史背景下发展的产物。语言不只是用来交流，它甚至还能让我们笑出声，就像很多外国游客在中国菜单上看到夫妻肺片，往往会被吓一跳那样。这类趣味翻译现象其实在不同语言之间经常发生，尤其是在文化差异较大的情况下，这不禁让人思考，为什么我们在理解语言的时候会遇到这么多有趣的错位。当然，这只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缩影，无论是方言、流行语还是趣味翻译，它们都体现了语言的灵活性和多样性。说到这，我们很自然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人类的沟通方式会变得如此的复杂，如此多样。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有7000多种语言，而我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去交流、去沟通。不同语言之间的区别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想想看，当我们面对面聊天时，语言不仅仅是一个信息的载体，它还带有情感、语气，甚至在潜移默化中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举个例子，英语中的 you 是一个非常中性的称谓，而在中文中我们却要分你和您，这就带出了一个礼貌的概念。同样一句话，用不同的语气和词汇表达出来，它的情感色彩会完全不同。事实上，语言不仅仅是我们嘴里说出的一串声音，它更像是一座桥梁，连接着我们的思想、情感和世界观。每一种语言背后都有独特的文化、历史和社会背景。研究语言实际上是在研究人类自己，就像探讨为什么我们要用您而不是你，是因为我们希望在某些场合表达出尊敬和礼貌，而某些语言根本没有敬语这样的概念，那他们的文化可能就不存在这种严谨的等级感。通过语言，我们可以看见人类文明的演变，可以窥探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再往深里想，为什么语言这么复杂？语言中包含的规则、语法、词汇等，为什么我们能自然而然地掌握？你有没有想过，几乎所有的小孩子在几岁的时候就能流利地使用语言，而且不管他们是讲中文、
英文还是其他小语种，语言学习的方式竟然是如此的相似。要理清这些问题背后的根本原因，我们就需要借助一门专门的学科——语言学。在上一部分，我们聊到了语言是我们沟通、表达，甚至是制造乐趣的工具。那么，我们今天不妨更进一步到语言的底层去看看。换句话说，语言到底有什么奥秘，值得我们花时间去研究？首先，我们来回答一个看似简单，但实际上非常深奥的问题：什么是语言？说起语言，虽然我们每天都在用，但应该很少有人真正能解释得清到底语言是什么。简单来说，语言其实是一种符号系统，也就是说，语言是我们用来代表事物、情感、思想的一套符号系统。这听起来多少有点抽象。举个简单的例子，中文的猫和英文的 cat， 它们看起来完全不同，发音也不一样。但无论是猫还是 cat， 它们指的都是那种小小的、喜欢在沙发上打滚的可爱动物。那么，为什么猫不能叫 dog， 而 cat 不能叫 tiger 呢？这里就出现了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任意性。语言的符号，比如猫这个词，与它所代表的事物，也就是那只真实的猫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换句话说，猫之所以叫猫，只是因为大家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中的约定俗成的这个叫法。如果某天所有人突然决定把猫叫成风筝、卡车或者石头等等，那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只要大家都接受，这个新的符号就能被使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不同的语言，而每种语言都通过自己的符号系统来描绘世界。语言的任意性会让它变得灵活多变，而正是因为这些符号，才让我们能够通过语言来传递信息。当我们明白了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接下来我们就要引出一个更加具体的问题：语言学又是什么？顺着这层逻辑，我们应该很容易推导出，语言学无非就是专门研究这种符号系统的学科这么个概念。它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我们理解语言是如何运作的，为什么不同的语言之间会有那么多差异，以及语言在人类社会中的功能和发展。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觉得，语言不就是我们每天都在用的吗？为什么还要专门去研究它呢？其实语言比我们想象中要复杂得多。大家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同样的词语放在不同的句子里，意思可能完全不一样，甚至我们每次说话时，句子的结构、语调、词语的选择都会影响到整个表达的效果。我们不妨从一些日常的例子入手，想象一下，你对朋友说你真厉害。如果是你在夸朋友某个技能高超，这句话没有问题。但如果你在朋友失误后调侃他，这句你真厉害可能就是一种讽刺。语言不仅仅是表面的符号，它包含了许多潜在的意义和复杂的规则，这也正是语言学家感兴趣的地方。语言学的研究内容大体可以分为几个方面，简单的说是语言的结构、功能、发展和使用。我们先从结构说起。结构听起来有点枯燥，但其实很有趣。你有没有注意过，我们说话的时候，句子的组成顺序非常的重要？比如中文里的我喜欢你和你喜欢我，顺序一换，意思就完全变了。再看看英文中的 I love you 和 you love me， 同样的语义的词，不同的排列也带来了不同的意义。语言学家就会去研究这种排列顺序背后的规律，找出为什么不同语言有不同的语法规则。有人可能会说，这不就是在研究语法吗？但语言学比语法要深得多。语言学不仅仅关心正确的句子结构，还关心人们为什么会自然而然地遵循这些规则，甚至是为什么在不同的场景下，我们会根据情况灵活地使用语言。接下来我们再谈谈语言的功能。
语言的功能可不只是简单的交流，它还扮演了许多的角色，比如表达情感、建立社交关系，甚至有时候还可以用来操控或影响别人。还记得那些广告里的金句吗？像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你值得拥有 ，Just do it 等等。短短的一句话，不仅传递了信息，还激起了观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也是语言的力量。再回到语言学的研究范围，除了语言的结构和功能，语言学家还研究语言的发展和使用。语言的发展指的是语言是如何随着时间不断的变化的，就像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差别，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如果你今天去读《诗经》或者《论语》，不看现代汉语的注释就能全看明白的，估计也是凤毛麟角。毕竟里面很多词汇和语法结构跟现代汉语完全不同，这就是语言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变化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语言的使用则更贴合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在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人时，语言的使用方式会有所不同。比如你和父母说话的方式可能和你跟朋友说话的方式就会不太一样，而你在日常中又会用一种更为正式的语言，这就是语言的语域。它告诉我们，语言会根据场景、关系和目的而有所变化。所以说，语言不是单纯的一个工具那么简单，它有着极其复杂的结构和功能，甚至有自己的发展规律。那既然语言是这样一个神奇的系统，大家有没有想过，人类最早是怎么开始使用语言的？语言又是如何随着时间演变的呢？在前面我们聊到了语言是什么，以及语言学的研究内容。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探讨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语言是怎么来的？有没有人想过，人类最早是如何学会开口说话的？这种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隐藏着无数的谜团。尤其说到语言的起源，这基本上就是一个未解之谜。虽然科学家们提出了很多关于语言起源的假说，但至今我们还没有一个完全达成共识的确切答案。不过有几种主流的学说非常有趣，值得我们一起来看看。首先是模仿说，顾名思义，这个理论认为人类的语言是通过模仿自然界的声音发展而来的。想象一下，远古时期的原始人听到鸟叫声、风吹树叶的声音，慢慢的模仿这些声音来进行最早的沟通，就像模仿狼叫可能是为了警告其他人附近有危险。随着时间的推移，简单的声音逐渐演化成复杂的词汇和句子，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使用的语言系统。然后是手势起源说，这个理论认为语言的起源可能来自手势。原始人一开始可能是通过肢体动作和手势来沟通，就像我们现在在比划动作一样。后来随着大脑和发声器官的进化，人类开始将手势换成声音。其实你会发现，现在很多语言还保留着这种手势语言的痕迹。比如当我们说过来的时候，很多人不自觉地会用手招一下，这说明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手势和语言是密不可分的。再来看看情感表达说，这个理论比较感性，认为语言的起源是人类通过表达情感而逐渐形成的。想象一下，在远古时期，母亲对孩子发出温柔的声音，或者在部落打猎时，大家用喊叫声传递情感和需求。渐渐的，这些声音开始有了具体的意义，成为我们今天的语言。毕竟人类是社交动物，表达情感是维系社会关系的重要的手段。大家不妨可以回想一下，人类最小的语言学家婴儿学会说话的过程是不是和这些学说有点神似呢？婴儿一开始也不会用语言沟通，而是通过哭泣、手势甚至一些简单的模仿来表达需求。慢慢的，他学会了模仿大人的声音，最后形成词汇和句子。这和模仿说或者手势起源说的逻辑很像。
我们每一个人在婴儿时期都经历了语言从无到有的这样一个神奇的过程，而这恰恰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语言的起源。虽然我们无法完全还原语言的起源过程，但这些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有趣的视角。而且无论是模仿自然、使用手势还是情感表达，语言的产生和演变都离不开人类的社交需求和大脑的进化。那么语言一旦形成后，是不是就固定不变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语言其实一直在发生变化，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地域的差异不断的演变。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网络流行语打 call， 可能前几年非常流行，但现在已经逐渐被其他新词替代了。这种现象就是语言演变的一个小小的缩影。我们先来看看英语是如何演变的。英语的演变历史非常的复杂，但也很有趣。我们现在使用的英语其实和几百年前的英语有着巨大的差异。如果你去读莎士比亚的原文作品，可能会觉得有些词汇和语法非常的难懂。而如果我们追溯到更早的时期，比如公元5世纪左右的古英语，那就几乎和今天的英语完全不同了。举个例子，古英语中的 King 这个词指的是国王，而今天的英语 king 显然比古英语简化了很多。英语的演变和历史上的政治文化变迁息息相关。1066年，诺曼征服带来了法语的强大影响，使得英语吸收了大量的法语词汇和表达方式。这也是为什么现代英语里有很多词汇看起来像法语的原因。再后来，随着全球化和文化的交流，英语不断地吸收其他语言的词汇和语法，逐渐演变成今天这种混合了多种语言元素的现代英语。不仅仅是英语，汉字也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大家都知道，中国大陆如今使用的简体字是在20世纪中叶，为了提高识字率、简化书写以及加快扫盲进程才推行的。但在此之前，甚至今天的港澳台地区依然使用的是繁体字。再往前追溯，还有甲骨文、金文这些更为古老的汉字形式。最早的甲骨文看起来像是图画，比如马字看上去就像一匹马，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字逐渐简化，成为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简体字的出现不仅是为了书写方便，也是时代发展的需求。现代社会强调效率，简化的汉字不仅更容易书写，也更适合在印刷和科技领域的推广。语言的演变其实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就像我们生活中的方言，每个地区的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这些语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从而发生变化。语言学家把这个过程叫做语言接触，也就是说，当不同语言的使用者接触到一起，他们会互相借用词汇、语法，最终导致语言的变化。比方说，现代汉语中有很多外来的词，像咖啡、沙发、巧克力这些词原本都不是中文里的词汇，但由于文化交流的缘故，它们被引入到了我们的语言系统中。类似的情况在英语、法语等语言中也非常的普遍。不仅如此，语言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发的发生变化，有时候是因为发音的改变，有时候是因为新词的产生。就像现在的年轻人喜欢说的网红，在互联网的普及之前，这个词可能根本不存在。早期通常用网络红人来指代在网络中走红的人，随着使用频率的增高，网络红人逐渐被简化为网红。这一变化也反映了网红现象的变迁，这就是语言在不断适应社会变化的一个缩影。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语言的演变有时候还会受到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影响，这里我们就不再做展开。通过上面那些列举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语言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系统，时刻在响应社会和文化的变化。那么，既然语言在不停的变化，我们有没有办法用科学的方式去研究它的结构呢？
前面我们聊到了语言的起源和演变，接下来我们要从更深一个层次来了解语言的内部结构。语言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是由不同层面的规则和规律组成的，而语言学正是通过研究这些层面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使用语言。这里我们将对语言学的5个主要分支——语音学、形态学、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做些了解，看看它们各自在研究语言的什么部分。说到语言，其实最直观的就是声音，对吧？无论是我们和别人面对面交流，还是通过电话、视频等媒介，声音始终是沟通的核心。语音学就是专门研究语言的声音系统的，它会分析我们发出的每一个音如何产生、如何传递以及如何被别人听到。不知屏幕前的你能模仿出哪些地区的口音？比如北京的儿化音就有一种特别的京味儿。当然，我不是北京人，说的多少有点别扭。再听听南方的口音，你可能会发现有些音发起来完全不同。最明显的就是南方发卷舌音较少，更多情况下是平舌音和卷舌音不分。我可能就比较典型，因为从小也没有把语文学得多好，到后来总被人挑毛病，这是题外话。所以这语音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就是音的差异。再举个例子，在汉语里我们有声调的概念，比如妈和马，一个是高调，一个是低调。只要你稍微改变声音的高低，词义就会完全不同。而在英语里，重音更为重要。例如 record 这个词，如果重音放在前面是记录，如果重音放在后面就是录制。所以不同的语言对声音的处理方式完全不一样，这不仅影响发音，还会影响语言的理解。以前您可能没有意识到，下次你听到有人说话时，可以试着注意一下他们的发音和重音。或许你会发现，同样的句子，不同的语音方式能传递出完全不同的感觉。当然，面对如此繁复的发音，语音学家会用国际音标 IPA 来标记不同的语言的发音。无论你说的是英语、汉语还是法语，所有的声音都可以通过这个系统标记下来。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精确地记录和研究任何一种语言的声音。接着是形态学，这是研究语言中词的内部结构和变化规律的。简单的说，形态学就是探讨词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词汇中的拼接艺术是如何运作的。就像英语里的动词会根据时态的变化，在尾部加个 ed 后缀表示过去时，或者 ing 表示进行时。而在中文里，虽然我们没有像英语这样的词形变化，但我们有一些类似的构词方式，比如吃和吃饭。这两个词虽然只有一个字的区别，但意思却大不一样。一个是指吃的动作，另一个具体指吃饭这种行为。复合词也是形态学研究的重点之一。英语中有很多复合词，比如 smartphone 智能手机和 blackboard 黑板。这些词都是由2个独立的词组合而成的，而在中文中，我们也经常看到类似的现象，比如电话由电和话组合而成，手机由手和机组合而成。这些例子展示了语言的创造力。为什么形态学重要呢？主要是形态学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同一个词在不同场合下会有不同的形态。比如猫这个词在中文里是固定的，但在英语里，我们在 cat 后面加个 s 就出现了单数和复数的变化，这就需要通过形态学来解释。形态学还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词与词之间的联系，甚至可以帮助我们推测出不认识的单词的意思。大家可以试着回忆一下自己学习外语时最头疼的部分。估计很多人会说是记单词，其实这正是因为不同的语言在形态学上有着不同的规则。如果你理解了这些规则，记单词就会变得简单很多。既然我们聊到了词的结构，那接下来肯定要聊聊句子是如何构成的。
句法学就是研究句子结构的学科，探讨词汇如何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才能组成符合语法的句子。你有没有发现，不同语言的句子结构可以是完全不同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在中文里我们会说我喜欢你，而在英语里这句变成了 I like you。中文的语序是主谓宾，而英语也是如此。但在日语私はあなたが好きです，如果直译的话就成了你喜欢，语序是主谓宾，这就是句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不同语言的句子结构。句法学还关注句子的复杂性，比如一个简单句子可能只有主语和谓语，他跑了，但一个复杂的句子可能包含多个从句。他跑了，因为他迟到了。你会发现句子的长度和复杂程度可以大幅的增加，但仍然遵循一定的句法规则。当然，如果您感兴趣，可以试着找出一些不同语言的句子，看看它们的语序是怎样的，或者想想为什么中文的他喜欢吃苹果不能说成喜欢苹果他吃。这些都是句法学家研究的有趣问题。我们已经聊了发音、词形和句法，现在进入一个更有趣的话题——意义。语义学是研究词语和句子的意义的学科，探讨我们如何通过语言来表达和理解世界。就像中文里的我去洗澡了和我去洗澡了，这两句话虽然字面上几乎一模一样，但不同的语气或上下文会让它们产生不同的意义。前者是一个简单的陈述，而后者可能带有某种隐喻或调侃。这种奇妙的意义差异就是语义学的研究对象。同义词也是语义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比如在英语里 big 和 large 看起来是同义词，但它们在不同的场合下用法可能并不完全相同。同样的，在中文中，美丽和漂亮虽然意思接近，但它也有微妙的差别。这些词汇的差别反映了语言中的细腻的意义层次。再举个有趣的例子，很多笑话或双关语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多重意义的现象。比如我爸是李刚这个曾经流行的网络梗，表面上是在陈述身份，但它在特定的语境中传递的却是诠释炫耀的隐喻。这种意义的双重性或模糊性就是语义学家特别感兴趣的地方。当然，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类似的话语，初看字面意思很简单，但实际上你会根据上下文理解出另一层含义。就像当你和朋友说你真棒时，这句话可能是表扬，也可能是反讽。最后我们来说说语用学。如果说语义学是研究词语和句子的字面意义，那么语用学就是研究语言在实际交流中的使用。换句话说，语用学不仅关心我们说了什么，还关心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在不同的情境下，同样的一句话会有不同的含义？比如你吃了吗？在很多地方已经成为一种问候语，并不是真的在问你是不是吃过饭，而是在表达关心。而同样一句话在餐桌上问，可能就是真的在询问你是否吃饭了。这就是语用学研究的核心，语言如何因情境变化。再举个复杂一点的例子，比如你对着一个朋友说，哇，你好厉害哦。这句话在不同的情境下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意思。比如你在一个朋友解答了一道复杂的数学题后说这句话，可能是真心的赞美，但如果是在朋友做了一件蠢事后说这句话，可能就带有调侃或者讽刺的意味。语用学家研究的就是这种语言背后的隐含的意义，以及我们如何通过语言实现各种不同的社交功能。语用学还特别关注语言的礼貌策略，比如我们用一些特别的方式来表达请求，以免显得过于直接。英文中的 Could you please就是一种常见的礼貌表达，而中文里我们也会有类似麻烦你来表达礼貌。再比方说，很多亚洲国家，尤其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
拒绝别人时会非常的委婉，直接说不，可能被认为是失礼的。而在一些西方文化中，直接表达拒绝则被看作是一种尊重。不妨再扩展一下，像谢谢这样的简单词语，在不同的文化中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像在西方，表达感谢时，人们往往会配以微笑和眼神接触，而在东方文化中，低头避免过多的直接对视，反而是常见的表达方式。这些微小的行为差异也是语用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总之，通过语用学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语言是如何在实际交际中被使用的，以及如何通过语言来表达礼貌、权利和感情的。上面我们透过举例大致介绍了语音学、形态学、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的研究内容和方向。我们也进一步了解了语言的结构和使用的方式。这5个分支就像是语言系统的5个层面，每一个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语言如何运作。但语言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沟通工具，它还深深地嵌入在我们的文化之中。客观地说，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的文化、历史和社会观念。它就像一面文化的镜子，透过它，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社会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生活的习惯。所以，我们非常有必要解构一下语言和文化之间有哪些紧密的联系。首先，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这意味着不同的语言往往反映出不同的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你可能没意识到，日常说的每一句话其实都透露着你所处的文化背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汉语中您，它是表示尊敬的一种称呼。我们在跟长辈、领导或是一些不太熟悉的人讲话时，常常会用您来表示礼貌和敬意。但是在英语中并没有像您这样的词汇，无论对方是你的朋友还是一位陌生的长者，英语里都只会用 you 来指代。这个小小的差异其实体现了2种文化之间对待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汉文化更强调尊重和社会等级，而英语文化相对来说更注重平等和直接的沟通。而像日本和韩国，尊敬与谦虚的表达方式在语言中往往有着严格的规则，动词和句子结构会根据对方的社会地位发生变化，这样沟通变得更加复杂而精细。再比如阿拉伯文化中的 Inshallah， 意为如果上帝愿意，这不仅是一个口头禅，还是一种信仰与生活态度的体现。阿拉伯语里这种宗教用语的广泛使用，反映了宗教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而在中文里，我们常听到随缘、看缘分这样的表达，也是一种文化对命运的态度的反应。再来说说语言多样性。在视频的开头，我们曾提到过，世界上有超过7000多种语言，每一种语言背后都承载着一个独特的文化体系、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许多小语种和少数民族语言正面临消亡的危险。你可能会想，消失就消失呗，反正也还有其他语言可以沟通，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可实际上，语言的消亡往往意味着一个民族文化的消失。就像藏语和维吾尔语等少数民族语言，不仅是这些民族与外界沟通的方式，更是他们文化、宗教和历史的载体。当这种语言不再被使用时，随之失去的还有这些民族的独特的思维方式、传统习俗和文化的记忆。在一些国家，保护濒危语言的工作已经在展开，比如在新西兰，政府大力推广毛利语的复兴运动，鼓励学校教授毛利语，电视和广播中也有毛利语的节目。这样的举措不仅仅是在保护一门语言，更是在保护整个毛利语文化的传承。在中国也有类似的语言保护措施，比如在藏族地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一直在努力保护和推广藏语。藏族的诗歌、宗教经典和民间故事都是用藏语流传的。如果这种语言不再被使用，
整个民族的精神文化就会遭遇重创。保护语言多样性不仅仅是对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也是对整个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每一种语言都像是一块拼图，拼在一起才能展现人类文化的完整图景。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世界上就只剩下那么3-5种主流语言，许多文化独特的思维方式将无法再被传达，那将会是多么单一和乏味的世界。遗憾的是，互联网的普及让这一现象似乎有加速之势。你可能会发现，在社交媒体上，不论身处哪个国家，大家都习惯用类似的网络语言、表情包和流行语。这种全球化的语言现象虽然促进了跨文化的沟通，但也让某些独特的文化表达方式面临挑战。就像在中文互联网中，网络流行语迅速的更迭，比如内卷、躺平这些词语迅速在社交平台上走红，但随着这些词汇的流行，它们往往会丧失原有的文化背景和深刻的内涵，成为一种表面上的表达工具。同样，像各式各样的表情包这种特别的符号系统，虽然能帮助人们跨越语言障碍而更轻松的沟通，但也削弱了不同文化之间语言的细腻差异。这不免给人类抛出了一个值得深度思考的问题：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如何在交流与文化保护之间取得平衡？语言是全球化的桥梁，但也是文化的根基。面对这种全球化带来的冲击，我们如何才能在学习通用语言的同时，保留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语言的多样性？今天我们所讨论的语言多样性问题将在未来变得更加重要。正如我们保护文化遗产一样，保护语言的多样性也是人类共同财富的一种守护。那么，随着时代的变迁，语言的未来将走向何方呢？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加速，语言世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不仅是我们现在使用的语言，未来的语言形式、沟通方式，甚至我们交流的工具都在悄然地改变。首先，就像我们在上一节提到的，全球化在促进国际交流的同时，也加速了许多小语种的消亡。当一个语言社区融入到更大的全球化语境中，它们往往会转向更主流、更广泛使用的语言，像是英语、汉语或西班牙语。这种现象在那些少数民族语言或小型语言社区中就显得特别明显。举个例子，有些曾经广泛使用的语言现在已经成了濒危语言，例如很多澳大利亚土著语言如今只剩下极少数老年人会讲。这些语言随着讲述者的离去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还有在拉丁美洲，某些印第安语种正在面临同样的困境。这些语言的消亡不仅意味着失去了一种沟通的工具，更是一个文化和历史的消逝。当然，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特别是在普通话推广和现代化、城镇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一些弱势方言趋于濒危，甚至面临消亡的境地。即使一些过去人口基数较大的地方性语言，像粤语、闽南语、客家话等，未来态势同样不容乐观。另一方面，语言的消亡并不是全球化的唯一趋势，全球化还促成了语言的混合，这在一些多文化、多语言环境下显得尤为突出。就像在日常生活中，很多年轻人在说中文的时候，喜欢夹杂一些英语单词，比如我最近真的太 busy 了，或这个东西真的是 so cool。这种语言混合反映了两种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也使得语言变得更加灵活丰富。不仅如此，网络时代的到来更是加速了全球语言混合的进程。你有没有注意到，网络用语常常跨越语言障碍，迅速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像 LOL 这样表示笑声的词语，起源于英语，但现在几乎全球年轻人都在使用。还有一些表情符号或简写，比如 GG、AFK 都成为了跨语言、跨文化的通用语言符号。全球化在让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的同时，也让我们的语言变得越来越多元。一方面，一些小语种正在消失；另一方面，新的语言形式、混合语言的兴起，也让我们看到另一种语言演变的方向。
接着，我们再讨论下科技对语言的影响。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的不断的进步，语言的未来不仅仅是人类的事情了。现在，机器翻译技术正在迅速的发展，已经从简单的词对词翻译进化到了可以理解上下文、识别语义的水平。例如，像大家比较熟悉的谷歌翻译，相比几年前，谷歌翻译的准确性有了显著的提升，不再是简单的把单词按顺序拼凑，而是尝试去理解整句话的意思。这进一步得益于神经网络翻译模型的应用，它能更好地捕捉语言中的细微的差别，提供更加自然的翻译结果。但是机器翻译也并非完美，例如我们在使用机器翻译时可能会遇到一些语义上的错误。曾有个经典的翻译错误是将 I'm feeling blue 我感到忧郁翻译成了我感觉是蓝色的，忽略了语言中的隐喻和语境。这种问题说明尽管机器在处理语言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仍难以完全理解语言中复杂的情感、隐喻和文化背景。不仅如此，人工智能的语音识别技术也在快速的发展，像苹果公司的 Siri、亚马逊的 Alexa、微软的365 AI 等等，这些虚拟助手能够理解我们说的话，并根据语音命令执行相应的任务。这些技术让人与机器之间的交流更加自然，但它们仍然面临着方言识别的困难、语音语调识别不准确等问题。试想一下，如果你的智能助手在你用方言跟他说话时无法理解你，那种感觉多少是会有点让人无奈的。虽然科技仍有不足，但可以预见的是，未来我们将看到更多的人工智能在语言领域的应用。机器可能不仅能帮我们翻译，还能进行及时的跨语言对话，甚至帮助我们学习语言。这也许会彻底改变我们的交流方式，让语言学习变得更加容易，跨文化交流也将更加的顺畅。而在这一过程中，学习语言、了解语言背后的文化，将永远是一件充满乐趣和有价值的事情。至此，本期有关语言学这一课题的内容也基本到了尾声。其实我们所梳理的内容只是触及了语言学这个庞大领域的一小部分而已。通过语言学的研究，我们不仅能够了解语言的结构、功能和演变，更能通过语言深入理解人类的思维和文化的多样性。我们也借此能意识到，每当我们开口说话，背后其实隐藏着一整套复杂的系统。而这种系统是几千年来人类不断适应环境、创造文化、相互沟通的结果。从语音到句法，从语义到语用，语言不仅仅是工具，更是一种思维的方式，让我们得以表达、理解甚至影响世界。通过学习语言学，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自己和他人，也能更灵活地运用语言去表达想法，化解误解，甚至创造更多交流的可能性。好了，这期就说这么多，感谢您的观看，我是二哥。想用大家听得懂的话，聊点感兴趣的事。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希望您点赞、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我们在后面的视频中再见。